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7月份呢，我们就迈入到了癸未月。那这个视频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3件你需要知道有关癸未月的事情。你可以看到癸未，癸呢是属阴的水，那未呢本身的主气是己土，己土也是属阴的土。那它其他2个副气呢，是一个丁火，一个是乙木。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月份所有的天干还有地支都是属阴的一个元素。所以呢，这个月份的能量其实呢是非常纠结在一起的一个能量组合。那首先第一个呢，大家需要留意的是，在这个月份你会遇到很多比较固执或者坚持己见的人群会很容易陷入一种纠结、纠缠不清，或者呢无法脱身的一种状态，很难做出改变。那这个人当然也包括你自己啦。那如果呢，你在这个月份发现自己呢也开始有这样子的倾向，记得要让自己放下这个过于强势的自我。那你怎样判断是过度了呢？如果那一个你坚持的事情已经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已经对你造成伤害，影响了你的工作或者人际关系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是要被放下或者进行改变的时候了。那另外由于是一个这样子的能量组合你会看到呢，在这个月份很多人会特别的要取一个主导的位置或者一个支配的一个地位，那很容易就会变成一种权力的斗争尤其在我们的职场或者家庭里面。因此呢，针对这个情况我最好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这个月份你要放下身段，以一种认老二或者呢认输，表面上认输的一种状态去迎接对方的这种要支配或者要主导的这种方式。因为如果这个月份你跟对方去硬碰硬的话，很容易呢就陷入同样的好像一个泥沼里面的状态。那你能够做的就是不要跟他玩同一款的游戏，或者呢不要用同样的方式。那你可以做的就是先放下身段，我是事事都可以配合的角色。那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呢，如果你可以放下这个身段，某一些情况反而逆转，让你呢处于一个比较有优势的状态。那这个月份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月份。我们的第2点就是我们来看这个月份的吉凶星。那这个月份的吉星其实是0，完全没有。OK， 那凶星呢却是有一大堆，商门地上、大煞、月煞、飞廉、隔角、炮尾，这些所有呢都会在这个月份很容易被我们去引动，或者呢去启动它。在这个月份我会建议的是尽量避免过于的主动或者过于的积极去采取一种主导性的策略。因为呢你通常这样子的时候有时候会很容易去反而引动到了这些比较凶星的部分。你呢在这个月份就是先储备能量，先做好准备，我们呢暂时以一种休息或者呢无为的一种状态来应对这个月份比较不那么支持你的一种能量。这个月的凶星呢，当然它也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意义啦。那它其中一个需要留意的是，避免去一些太多人的地方，可能是一些公共场合或者一些活动因为这些的凶星有2个呢，会比较容易导致一些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同时呢，也是有一些意象呢，会有食物中毒的一种状态。所以呢，我们尽量就不要去接触这些很容易发生这种状态的事情啦。那当然就是一种公开的场合公开的聚餐
很多人来人往的一些活动啊，你们呢也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免疫系统或者肠胃的健康，因为呢这个月份啊癸未呢其实主导的也是一种比较容易受感染或者比较容易生病的一种月份。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你的八字呢有以上的这4个生肖的话，你会更加容易受到这个月份的影响啦。那你可以看到呢，我们有丑、子、戌还有未，那这4个生肖呢，我会特别的留意我刚才提的那些状态啦。那这4个生肖呢，可以是出现在你八字的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是你年份或者月份的生肖是这些的话，会比较容易受到这个月份的能量影响啦。好，那照常的，我们每个月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个风水启动的时间。那这里呢，我也在荧幕上放了这个时间，还有那个方位。那大家呢可以遵照这个时间去进行一个风水的启动。那这个风水启动的那个目的啊，当然就是来提高我们对财富或者对收入、对金钱的一种能量接收了。你们可以用的方式呢有2种。第一个呢，最好的方式是点燃真实的一个火源，你可以用蜡烛或者油灯，这些都可以。那你至少呢要在那个位置点燃4个小时。那如果不行的话，你也可以在那边开灯，要24个小时的一个电子的灯源的话也可以。另外啊，我也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分享了这个月份你们可以如何提升自己的金钱能量。我已经帮大家精心挑选了一些时间还有方向。这个呢，它不是一个风水的启动，而是呢来改变你自身的对金钱的一个能量。当你去改变自己的能量状态的时候啊，很容易呢你就可以吸引到或者呢接收到更多的金钱还有财富啊来到你的生活啦。那所以呢，大家记得去我的 YouTube 频道的社区，那英文的话它可能是在那个 Community 或者 Post 里面，你可以看到我在上面呢已经发了给大家去看到这个时间还有方向。那你们只要遵循那个方法去做就可以了。好，那以上呢就是3个你们需要知道有关癸未月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针对10个日主来做一个更详细的分析，在这个月份可以采取怎样的一个策略来最大化这个月份带来的一个好处。这个部分呢，你们就需要知道自己的日主是哪一个。我之前呢已经有拍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点击那个视频去看。那如果大家已经知道了你的日主是哪一个，我们事不宜迟就来看。首先第一个日主是我们的甲木。甲木这个月份走的是正印还有正财的月份。那甲木这个月份呢，就是一个很好让你们去扎根去深化你们自己本身已经在做的一个事情。你们这个月份的一个目标呢，就是要打稳或者呢打好你们的那个基础。就好像一棵树呢要非常稳定的站立在一个土地上的时候，它是不是要不断的长那个根，不断的去深化。当它可以比较抓得住那个泥土的时候，它就可以生长得很好，对吧？那这个月份对甲木来说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画面。所以呢，你要去思考你现在无论是在工作或者家庭还是你的生活里面，有什么部分是需要你去提升。那这个提升的方式呢，是以一种深化的动作。那它可以是去看书，去进行学习，去进行更好的自我管理的时候，你呢就可以非常容易得到这个月份的能量来帮助你变得更好了。好，这是甲木。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来到乙木。乙木走的是偏印还有偏财的月份。那乙木这个月份呢，你们要做的就是比较低调的方式去探索新的可能性。
那我为什么说低调啊？是搭配我们刚才说癸未月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你在这个月份啊，你的能量呢，其实都是比较偏向于要冒险、要新的尝试。那通常啊，在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难免呢会做出比较出格或者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方式。那但是呢，我又要大家去遵循我们这个月份的一种能量提醒啊，所以你要以一种比较低调、比较没有被人家这么容易看到的一种方式啊，去探索新的东西啦。那它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当然也是去自己进修、去看书、去学习、去接触一些新的事物。那你这个时候啊，可能呢还是比较难去让它变成一个新的可能性或者一个新的商机，因为你有的是偏财，对吧？那偏财通常代表的是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收入，或者可以把它金钱化，让它变成一个新的生意啊，或者一个收入的来源。但是这个月份呢，可能对你来说会比较难一点点。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做的就先以探索或者呢开阔自己的眼界为前提，我们先不去把这个钱财呢带回来，但是呢，你要保持就是说这个呢是有机会的，这个呢是有价值的。那只是时间呢还没有到，不是现在呢去进行一个收割的时候。那你现在呢只是做一个准备，然后去开阔自己的视野的一个功夫。好，那这就是乙木。那第三个呢，我们来到丙火。丙火走的是正官还有伤官的月份。那丙火这个月份啊，走的是伤官见官的一种情况。那可能很多人呢，就是说会很害怕这样子的一个格局，但是其实啊，对丙火来说呢是 OK 的，是还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丙火呢本身啊就是需要一点的正官来让它的能量呢不那么的张扬，不那么的不受控制。那同时呢，伤官也是一个可以让丙火的这个能量啊比较集中，所以呢，在这个月份里面呢，其实是丙火非常好去专注克服某一个特定的问题。那这个特定的问题呢，比较多是偏向于与人沟通，或者呢输出的一个方式，或者呢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你如何自我表达、表现自我的一种方式。因为啊，对丙火来说啊，如果它是一个没有受到太多控制，或者呢没有很好的管理的丙火的话，其实是很容易去伤害到别人，或者呢过度的强势，而让你身边的人啊都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那这个月份呢，其实就是让丙火啊学习集中的把自己的能量，把自己的一个想法输出在对的地方，用好的一个方式输出。所以呢，我会说啊，丙火这个月份你们可以多留意自己的一种讲话方式啊，或者跟别人的一种沟通方式啊，是否过于的强烈？当然也有可能是过于的没有力量。那其实呢，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是比较平衡、比较中间的，无论是太强或者太弱呢，都会有问题。那这个月份呢，都可以很好的帮助你啊解决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让自己呢回到比较中间的状态。好，这是丙火。那第四个呢，我们就来到丁火。丁火走的是七煞还有食神的月份。那丁火这月份呢，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它的一个格局呢是食神制煞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要跟丁火讲的是，你现在生活上，你现在工作上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或者挑战呢，在这个月份呢，可能都会比较容易得到化解，得到解决。那你要做的事情呢，其实是对自己比较有信心一点点，不要呢因为有一点的挫折、一点的挑战，就打退堂鼓或者变得害怕。你要相信呢，解决方法呢会出现，解决的方案会出现，你现在面临的一些情况，到最后呢都会得到解决的。那这个方法是从哪里来呢？通常啊是你自己的一些
才智，或者呢你自己的一些想法，你自己所懂的一些资讯，你的能力，其实呢会帮助你想到一个解决方案。我们人呢，当他处于一种害怕或者一种生存模式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的大脑就变得你只是要逃跑，而没有办法去思考如何解决。那这个月份呢，我不会说你要去对抗，而是用一种比较聪明、比较用思考的方式去应对这个问题。所以呢，你只是要对自己多一点的信心，对自己的能力有一点的信心，那很多时候你就可以迎刃而解，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了。好，那第5个呢，我们就来到戊土。戊土走的是正财还有劫财的月份。那戊土这个月份呢，你看到正财跟劫财在一起，那通常呢，我们就会说这个组合不那么理想，代表的是你会破财。如果是在关系到钱财，尤其是要投资或者要购买一些比较高价值，或者要消费一些价值比较高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真的要比较留意，或者呢要思考清楚才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月份的能量我们可以怎样更好的去利用呢？其实就是戊土要懂得把自己摆在对的位置。因为戊土呢看见癸水的时候，其实它的一种情况就是癸水会自然的围绕着这个戊土，会自然的靠拢戊土。那你们戊土要做的只是让自己呢处于一个对的位置，让这个癸水呢可以聚集在你这边。那如果你没有把自己摆对位置的话，你的这个癸水呢其实是很容易的就被劫走。那所以我们就会有劫财。那什么是摆在对的位置？你要看你自己可以提供的一个价值，或者你这个人本身带有的一个能力，你的价值是在哪里？那如果你是有那一方面的能力的话，你要去思考什么群体或者什么的组织会最需要你的这个能力。那你是否有把自己呢放在那一个空间，或者呢放在他们的眼前，让别人呢看到你的价值？那如果别人看到你的时候，他很容易呢就把这些机会或者把这些所谓的金钱，很容易呢就会流向你那边去。所以呢，戊土这个月份就是要学习把自己摆在对的位置啦。好，这是戊土。那第6个呢，我们就来到己土。己土走的是偏财还有比肩的月份。那己土这个月份呢，你们需要做的是问自己，你到底可以吸收多少，或者呢，你可以应付多少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月份呢，你很有可能要做超出你能力范围以外的工作，或者呢超出你可以应对的一个量。简单来讲，己土这个月份可能会比较贪心一点点啦。如果你太过贪心的时候，其实会很容易造成一个反弹，一个反效果。因为呢，你吸收过多，你承担过多责任的时候，你反而无法很好的运作，无法很好的做好每一件事情。到最后就会变成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谈的这个癸位需要留意的事情，就是反而无法很好的去放下，或者呢去跟别人配合，因为你觉得所有东西都是我可以做的，所有东西都是我应该得到的，所有的回报回酬呢都要我得到，别人呢不可以来跟我分一杯羹。那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会非常的危险所以在这个月份记得要多去思考自己呢是否可以应对这么多事情。那有一些事情呢，是不是可以让给其他人，不要这么贪心，也要给别人一些机会去得到一些工作，或者得到一些机会，对吧？不是所有东西呢都是要自己拿在手上的。好，这就是己土。那第7个呢，我们就来到庚金。
庚金走的是伤官还有正印的月份。那庚金啊，这个月份要做的就是进行一种的过滤。那过滤什么？就是一些没有太多帮助，对你呢没有太多好处的资讯，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理解啊。我们现在社交媒体呢是非常的活跃，非常的方便，对吧？那我们每一天呢都可以接收到非常多的资讯。那对庚金来说啊，这个月份呢，你们就要懂得如何过滤掉对你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造成你更多的焦虑或者不安的一些讯息。你呢要学会啊，如何把自己的一个专注力拉回来，然后呢集中在一件你真的觉得重要的事情上。但这个重要的事情啊，通常呢是你要表达的一个想法，或者呢你要传达的一个讯息。无论是工作啊，或者在家庭里面啊，我们其实呢都有一个核心相信的价值观，对吧？我相信呢，我的家庭啊是要比较用这个方式去生活。我的工作呢，我相信的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可能是团队啊，或者要互相配合的一种方式啊，或者比较开放沟通的方式，无论什么都好，每一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所谓讯息或者你相信的价值观。那这个月份呢，你就是要让自己呢重新专注回来，专注在这个讯息这个方式上，让它呢可以很好的表现出来，或者传达出去给你身边的人知道。那你要先做到这件事情啊，就是第一步就是要记得先过滤掉其他所有的这些杂音。当你可以过滤掉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原来真正对你来说重要的一个价值观或重要的一个讯息啊，到底是什么了。好，这是庚金。那第8个呢，来到辛金。辛金走的是食神还有偏印的月份。那辛金啊，这个月份呢就走得比较特殊一点。你们要做的是一种感知，用自己的一种直觉或者第六感去感知你现在生活里面到底需要了解什么，或者呢需要学习什么东西。那很多时候啊，我们在进行一些学习或者去进修的时候，都是依靠我们的理性的大脑，对吧？就是说啊，我现在工作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内容，有这工作需求，所以呢我就要去学习相对应的一个技能，对吧？但是呢，辛金这个月份你们要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你们呢尝试关掉这个理性的大脑，不做任何的分析，你静下心来，然后去感受，去感知，看自己呢现在应该去了解什么事情，或者呢应该去学习一些什么样的知识。那这个月份呢，你如果可以找到的话，那通常啊这个知识呢对你来说啊就是非常的好的，因为呢它可以帮助你啊解决你现在生活上或者未来呢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那辛金的各位啊，就可以去尝试用这样子一种感知的方式，去找出你应该学习的一个答案，或者你应该学习的一个技能啊，到底在哪里？好，这是辛金。那第9个呢，我们就来到壬水。壬水走的是劫财还有正官的月份。那壬水啊，这个月份要做的一种方式就是不要急，所有事情呢，如果可以的话，都慢慢来，用一个比较有系统的、比较按部就班的一种方式去执行你现在想要执行的东西。无论是在你的生活或者工作里面，你呢都要保持耐心，不要过度的仓促或者呢鲁忙。那你最好的就是有一个很详细的计划，
有很详细的一个步骤，让自己呢可以去遵循这个方式，遵循了这个时间轴啊去做事情。如果你在这个月份过度的激进，没有思考太多，然后想要有快速的结果的话，很多时候啊，你反而会产生一个反效果或者反弹，所有事情都做不好。那你更好的就是让自己先冷静下来，保持耐心，以一种安全稳定的一种状态去做计划，那很多事情啊就会变得更好啦。好，那是壬水。那最后一个日主呢，我们就来到癸水。癸水走的是比肩还有七煞的月份，大家都看到我们走的是癸未月，对吧？所以呢，你算是这个月份的一个主角。那这个月份呢，你要做的就是主角要去应对敌人，要去解决问题，然后让这个事情呢可以得到很圆满的结束。那癸水呢，这个月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因为你们这个月份会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气煞来挑战你。那你要做的是选择你可以应对的敌人。不要呢，同一时间好像叶问这样一打10，你只选一个你可以应付的敌人，或者一个你可以应付的问题，先集中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你这个月份就可以比较安然的度过了。我们懂得选择要对抗什么，或者要选对你的敌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举动。可能你现在呢无法同一时间去应对这么多，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先选最容易被解决的对手，先解决掉那一些所谓的小咖。那当你可以解决掉这些小的问题的时候，让你自己好像升级了过后，你才可以有更好的能力去应对更大的敌人那这个月份呢，就是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让自己升级。好，那以上呢就是10个日主在这个癸未月你们可以采取的一些策略，让自己呢在这个癸未月得到最大的好处，最大化这个月份带给你们的一个机会啦。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还有不要忘记点赞、订阅，还有留言。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